这是一部充满霸凌、复仇、虐杀的超级爽片，根据日本恐怖漫画改编而成，将小日子骨子里的变态精神发挥到极致。导演一味追求血腥暴力，从来没考虑会不会对这些年轻的演员造成心理阴影。好了，闲话不多说，咱们正片走起。这天春花放学后发现自己的鞋子不见了，无奈之下只好穿着学校的卫生鞋回家。谁知刚走到半路就被几位同学拦下，原来就是他们拿走了春花的皮鞋。面对恶霸的嘲笑，他并没理会，小心翼翼地走下泥坑。结果脚下一滑，不小心摔倒在地。当他拿到鞋子时，全身已经沾满泥巴。看着春花狼狈的样子，女孩更加猖狂，又将她的书本全部扔进泥坑。原来他们之所以欺负春花，是因为她抢走了妙子的男友。就在这时，3个男生走了过来，他们也是霸凌团体的成员。妙子害怕事情闹大，让他们就此停手，并表示自己对小帅没什么感觉。说完，意味深长地看了春花一眼，就转身离开。镜头一转，春花狼狈地来到家门口，妹妹像往常一样在门口等她。看到姐姐狼狈的样子，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，知道她又遭到同学欺负，既心疼又无助。父母看到后把春花紧紧地抱在怀里，因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。爸爸因工作调动导致一家人被迫搬进偏僻的小山村。春花刚来到这里没有任何朋友，班里一共10几个学生都是从小玩到大的朋友，所以她自然而然成了这些人发泄的对象。第二天，爸爸主动找班主任理论，没想到班主任不但不理会，反而指责他不要无理取闹。原来学校2个月后就要废校了，只希望在此期间不要出现任何差错。春花一脸无助地看着窗外，知道班主任不可能给自己做主，无奈之下只好顶着压力再次走进教室，心想再忍2个月一切都会结束。结果万万没想到，他的忍让只会让对方更加猖狂。爸爸准备离开时，3个男生偷偷跟在身后，趁他不注意一脚踹下楼梯。很难想象女儿如何面对这群禽兽。第二天，春花的书桌被人塞进一只死乌鸦，老师假装视而不见，继续在黑板上写字。这时一旁的小帅实在看不下去了，主动站出来帮春花说话。面对这群人渣，他丝毫不惧，用强大的气场将男孩镇住。这时妙子给短发妹传来纸条，几人看到后纷纷笑了起来，而且声音越笑越大，直接无视老师的存在。这一刻，老师弱小的心灵彻底崩塌，冲出教室后呕吐起来，因此得名呕吐老师。晚上回到家，春花看到受伤的爸爸被彻底震惊。爸爸劝他不要再去学校了，好好在家休息一段时间，反正还有2个月就要毕业了，到了大学一定能交到很多新朋友。春花保持沉默，没有立即应答。不料第二天在老天爷的眷顾下，突然高烧不退，这下只能在家里安心养病。另一边，霸凌者一天不欺负人就浑身难受，见春花没来上学，又把目光投向了第一排的刘美身上，让她去劝春花回来上学，否则就把她当成发泄对象。镜头一转，刘美跪在春花床前，恳求她明天能去上学，否则自己就会成为新的目标。春花虽然老实，但她不傻，果断拒绝了她的请求。刘美听后内心瞬间充满恐惧，第二天正式成为新的发泄对象，感受春花之前所遭遇的一切。这一刻，刘美的内心逐渐黑化。当短发女问她对春花的看法时，刘美眼神中充满仇恨，表示现在想杀了她，希望她赶紧去死。与此同时，春花在家休养一段时间后，内心的阴影逐渐消退。这天正陪妹妹在树林里散步时，无意撞见正在拍照的小帅。他告诉妹妹，这就是神奇的三角草，这种野草能熬过冬天，当冰雪融化之后会开出白色的小花，预示着生命的顽强与坚韧。随后通过聊天，春花发现她也是转校生，现在和奶奶生活在一起。离开前，她帮姐妹俩拍了一张照片，成功让春花对她产生了好感。第二天，小帅主动找春花约会，母亲看到后兴奋不已，让妹妹留在家里。临走前，妹妹送给她一个4叶草的吊坠，希望能给她带来好运。可电影里往往是残酷的，因为这将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。春花第一次出来约会玩得很开心，在江边和小帅确定了关系，直到天黑才依依不舍地回家。半路正好撞见之前欺负他的同学，两人看上去十分恐慌，低着头匆匆离开。春花以为是小帅在场的原因，不料当他转头后却瞬间傻眼，发现自己家里燃起熊熊大火。他拼命地跑回家，不顾一切的就要冲进去救人，可此时房子已经被大火完全吞噬，冲上去就等于白白送死。关键时刻，小帅挺身而出，奋不顾身地冲进大火，在编剧的眷顾下毫发无伤地救出了妹妹。春花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，没想到一夜之间失去了所有，父母在大火中被活活烧死，妹妹虽然活了下来，但皮肤大面积烧伤，经过48小时抢救依然没度过危险期。得知家里出事，春花的爷爷第一时间赶了过来，让春花暂时和他住在一起。第二天，几个霸凌者讨论着昨晚放火的快感，没想到几个未成年居然能猖狂到这种地步，仿佛整个小镇不受法律的约束，其中还包括被他们欺负的刘美。刘美为了摆脱皮肉之苦，主动当上了舔狗，可妙子对她根本不感兴趣，当场给了她一个下马威。其实这些施暴者之所以变成这样，大多数离不开家庭的背叛。妙子的父亲属于强势型，明确告诉他毕业后不准到新东方进修美容美发，到时候一切由他决定。短发女的父亲经常酗酒，是个家暴男，经常对她拳打脚踢，因此对她造成极大的心理创伤，开始报复社会。长发妹和双马尾属于舔狗型，
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没想到这次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。小胖和小弩喜欢玩枪械模型，而且经常到树林虐杀小动物寻求快感。春花课桌里的死乌鸦就是出自他们之手。另一边，刘美被妙子霸气的人格魅力深深吸引，即使被扎伤还专心画着他的画像。镜头一转，整个小镇被白雪笼罩，仿佛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。但在这里，白色代表着死亡，预示着不好的事情即将发生。这天，春花走进教室，把所有人彻底震惊。小帅害怕他再次遭到欺凌事件，劝他不必勉强来学校，有什么事儿可以找他帮忙。这才发现春花因伤心过度，嗓子已经不能发声。可尽管如此，短发妹依然没打算放过他。放学后和双马尾等人要挟他来到之前的泥坑，准备在这里杀人灭口。殊不知春花已经不是之前的受气包，真正的虐杀才刚刚开始。因为家人是他最后的底线，相信此时会有满屏的手字飘过。他们做梦也没想到，之前笑得多爽，现在哭的就有多惨。曾经施暴的地方成了他们最后的坟墓。由于3个女生昨晚一直没回家，警方接到报警后第一时间来到学校调查。3个男生看到后内心充满恐惧和不安。小强随便找了个理由便匆匆离开了，以为这样就能摆脱嫌疑。殊不知春花已经在此等候多时，身穿红色战袍向他缓缓走来。红色象征着复仇，白色代表着死亡，再加上小强的点缀，简直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就被春花一刀划破脸颊。男孩害怕极了，在雪地里拼命爬行。春花静静地欣赏着眼前的美景，也许只有看着他一点点死去，内心才会得到一丝慰藉。恶人最终会得到应有的报应。第二天，因为下雪造成全校停课，小帅来到爷爷家看望春花，但春花躺在床上一句话也没说。爷爷看出小帅的心思，希望毕业前的这段时间让他帮忙照看春花。晚上，小弩把小强失踪的事告诉了刘美，怀疑短发妹3人和小强已经被春花暗杀，有可能下一个就是刘美。因为他才是那场纵火案的主谋，所以他们决定在春花动手前先下手把他做掉。第二天，2人一路尾随春花来到树林深处，准备在这里杀人灭口。殊不知他们才是真正的猎物。这时，春花看着雪地里的三角草，仿佛在告诫自己，即使环境再恶劣，也要绽放最美的花。果然，在幸运草的庇护下，小弩打偏了。当2人上前查看时，春花已经消失不见。为了寻求刺激，他们决定分头行动。没过多久，小胖首先找到了春花，毫不犹豫地冲上前把她扑倒在地。这时，小胖邪恶的本性终于暴露了出来，准备在这里和他强行斗地主。然而下一秒，小弩听到小胖的惨叫，立马跑了过来。结果由于过度紧张，一箭射穿小胖的脑袋。临死前，小胖说出本年度最暖心的一句话：小弩被吓尿了，拔腿就跑，不料正好撞在春花的匕首上。第二天，小帅再次来看望春花，2人冒着大雪来到第一次约会的地方。春花突然放声大哭，把内心的委屈全部释放了出来。小帅把春花紧紧地抱在怀里，安慰着这颗受伤的心灵，最后献上深深一吻，在雪地上形成一幅唯美的画面。晚上，春花和爷爷来到医院，春花看着病床上的妹妹，心中的怒火再次点燃，对爷爷说毕业后她不想回东京了。爷爷听后没有继续追问，只是告诉他正在帮妹妹办理转院手续。原来昨晚他浑身是血的回到家时，爷爷就已经猜到他做了什么。与此同时，小帅也告诉奶奶，毕业后要陪另一个人去东京生活，因为自己是他唯一的依靠。奶奶被整得一脸懵逼，难道我就不需要养老吗？深夜，刘美来到之前的深坑，终于在里面看到短发妹3人的尸体。刘美被吓坏了，第二天赶紧给妙子打去电话，把短发妹被杀事说了出来，害怕下一个就是他们其中一个。妙子表示这都是你们自作自受，我又没做对不起春花的事，她为什么要杀我？这句话让刘美感到疑惑，你不是很恨春花抢走了小帅才让大家欺负春花的吗？私があの男好きになるわけないでしょ。なんで大ちゃんはあそこまでみんなに情けをいじめさせたの？まさか。没错，其实他喜欢的并不是小帅，而是春花。原来春花来到这里后，很快和小妙成了最好的朋友，2人无话不说，像情侣一样亲密。不料小帅的出现突然打破了这份美好，小妙无法原谅他的背叛，所以才开始报复他。这一刻，刘美仿佛坠入地狱之渊，内心唯一的光也被黑暗吞噬。没想到自己心爱的女孩居然喜欢上另一个女孩。回想起当初为妙子所做的傻事，后悔不已。这天，妙子以还 CD 的名义找到春花，希望得到她的原谅。春花表示自己不是那种会让别人道歉的人，更何况你是我转学过来后第一个好友，最后还因为小帅伤害了你。小妙听后急忙解释道，其实我并不是因为小帅而嫉妒你。春花听后终于恍然大悟，没想到自己认为的好闺蜜竟是个拉拉。妙子把心里话说出来后也终于释怀，不
不料当他准备离开时，春花的一句话让他瞬间破防。胸を張って生きて。私を許して。随后妙子一脸忧愁地走在回家的路上，这时刘美拿着刀突然出现，像当初她恨春花一样开始报复自己。这时刘美内心的小宇宙彻底爆发，一刀刺穿妙子的右手，疯狂输出。这段实在太血腥强烈，建议大家去看看原片。最后妙子被刘美一刀刺进胸口，倒在了血泊之中。かっこいい大ちゃん好きだった。晚上春花接到小帅的电话，说他已经做通奶奶工作，毕业后可以和他们一起去东京生活，到时候自己负责打工赚钱，你什么都不用做。春花表示自己可能去不了东京了，原因到春天你就明白了，希望你按照自己的规划继续走。小帅听后瞬间暴怒，原来他为了春花已经赌上了一切，因为这就是他所说的说服。万万没想到小帅才是他们当中真正的王者，表面上看似一个情窦初开的痴情少年，实际上竟是一个杀害父母的杀人犯。因为爸爸总是对妈妈进行家暴，小帅一气之下杀死了爸爸。没想到妈妈天生一副贱骨头，一天不挨打就浑身难受，所以小帅就成全了他。卧槽，果然变态的儿子更变态。另一边，因为孩子的离奇失踪，家长们纷纷跑到学校讨要说法，不料班主任却显得极其冷静，认为这些小事不必大惊小怪。此话一出，家长们瞬间暴怒，指责他就是学校中的败类，估计上学时也遭受过霸凌事件，所以才会变得精神失常，甚至怀疑是他杀死了自己的孩子。面对家长的辱骂，瞬间勾起班主任那段悲惨的遭遇。原来班主任上学时确实遭受过欺凌事件，并对他造成严重的心理创伤，一旦被别人欺负就会呕吐不止。随后班主任发疯似的冲出学校，结果一不小心摔倒在地，这时一辆除雪车正好迎面驶来。与此同时，刘美为了报复春花，偷偷来到医院，走进病房后在妹妹身上洒满汽油。不料这时春花及时出现，刘美急忙拿出打火机威胁她向自己求饶。然而下一秒，春花迅速冲上前和对方扭打在一起。这时一旁的仪器突然发出警报，刘美趁机逃出了医院。当春花追出去后，正好看到爷爷被送进医院，据说是在家里遭到了袭击。就在春花一脸疑惑时，小帅突然出现，扔下一句想你了就转身离开。春花感觉他好像隐瞒了什么，立马追上去询问，没想到小帅转头看了他一眼，继续往前走，这让春花更加确定自己的猜测，再次追上去要求看一下他的手，结果发现他的手上果然沾满鲜血，很明显他就是袭击爷爷的凶手，就连受的伤都和他奶奶如出一辙。这时小帅也不再隐瞒，表示一切都是为了他们的梦想，希望爷爷能明白他的心意。看到这，突然感觉小帅好像被盲僧附体一样，连这句经典名言都十分相似，我用双手成就你的梦想。就在两人交谈时，刘美突然出现，表示如果没有春花就不会发生悲剧。他之所以报复春花主要有两个原因，一是他不去学校导致自己成了受害者，二是因为他抢走了自己喜欢的小庙。那天刘美在几人的怂恿下在春花家洒满汽油，春花妈妈发现后本来想制止他们，不料刘美竟然把汽油泼在了他身上。随后小强点燃火柴威胁他不要将此事说出去，结果一不小心被火柴烫到手，春花妈妈瞬间被大火吞噬。父亲看到后刚要冲上去救人，不幸被小弩一箭击中。紧接着刘美冲进房间，把汽油泼到父亲和妹妹身上，点燃了火柴。春花得知真相后彻底暴怒，小帅见状冲上前一拳把刘美放倒，然后抡起沙包大的拳头疯狂攻击。两人打斗时，春花无意间从地上看到爸爸被大火吞噬的照片，这是小帅当时拯救妹妹时拍下的。他原本可以把父亲和妹妹一起拯救出来，结果只救出了妹妹，眼睁睁地看着春花的父亲被活活烧死，并记录下这悲惨的一幕。春花悲痛不已，大叫着向小帅冲了过来，结果一不小心撞在了树上。小帅没想到自己一心保护的女孩竟然要杀了自己，绝望地把春花骑在当下，一拳一拳地朝她脸上挥了过去，想让春花明白现在她唯一能依靠的人只有自己。随后小帅捡起地上的相机，准备记录下这美好的时刻。然而就当他按下快门的瞬间，春花似乎从雪地里摸到了什么。就这样，春花干掉了最后一个变态，然后拖着受伤的身体朝家的方向艰难前行，结果没走两步就因伤势过重倒在了血泊之中。电影最后来到学校的毕业典礼上，原本出现在这里的人只剩下一把空荡荡的椅子，将他们的青春永远定格在了这片土地上。而令人震惊的是，妙子居然没有死，拿到毕业证书后成了本片最后的赢家。